放榜那日，婆母给了我6两银子。拿好了，这6两银子，1两买米，2两买肉，3两给你夫君缝件新衣裳。记住了，东西给我挑好的买，不许给我乱花，更不许偷藏，否则这双手你就别想要了。是，婆母，阿松记住了。都动作麻溜点儿，耽误了我儿的前途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婆母，公子，我回来了。姑娘怎么又回来了？周二公子可是进城当了大官，说是往后不会回来住了。当了大官，那他们举家都搬走了，走得干干净净的，连口水都没给你留。不可能，我守了他5年科考。傻丫头，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吗？人家压根儿就没想着你呀。丫头，你也是个苦命的娃。这样吧，老身在京城有处熟人，是位受了伤的军汉，刚好缺人照顾，左右你也没个去处，不如去做个换衣女吧。走了，把我忘了。嬷嬷留步。多谢嬷嬷，我愿意去。姑娘面相是个有福分的丫头。那军汉与老身熟识，前些年战场里伤了腿，平日里多有不便，这才托老身寻位可靠的洗衣女，伺候人是个苦差事。若你不是真到了无处可去的地步，老身万万不能置回，那是白白糟蹋了你的福分。嬷嬷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这般温柔的话，很久之前我也从另一个人嘴里听到过。我的阿松有一双世上最纯净的眼，往后定有贵人相助，享不尽的福分嘞。可自爹爹去世后，我在家做了5年不见天日的丫鬟。瞧瞧，虽说又干又瘦，但绝对是个能吃苦、扎实干活的丫头。这种货色，顶多给1000银子。成，1000就1000。为了这1000银子，我每日天不亮就要起床，劳作耕田，淘洗衣物。周家这间低矮破旧的南房，屋里终年见不到阳光，却塞得住一个我。身上的衣物汗湿了又干，干了又干。在我饿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时，是赵嬷嬷悄悄塞给我一个苦馒头。可怜的丫头，快趁这会儿没人塞2口，别饿坏了。傻阿松，那周二公子是个有才学的人物，你陪他苦熬科考，照料起军，这事儿没错。可是，你可否想过，有朝一日他入朝为官，有了头脸，家中可还有你容身之处？当初嬷嬷的话，我想过的。可那时候周随安对我很好，老身要的是丰满白净、能生养的，花1两银子买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，没用的东西，越看越是个赔钱货。母亲，算了，让他留下吧。南间那间柴房只给他住便是。好俊俏的郎君啊！山似玉，玉如君，相视一笑温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公子，喝茶歇息一下吧。往后有劳小宋姑娘了，待颇某金榜题名时，一定娶小宋姑娘你为妻。只是后来那些话像是被风带走了，亏得还剩下这一句有劳。嬷嬷别担心，我会做的家事不少，总能换个活计养活自己。傻丫头，京城距此有300里，往后再想回来可就难了。若是还有想见的人、放不下的事儿，只要一走，再想寻人可就寻不到了。没事的，嬷嬷，阿爹早就走了，在这青州城里，阿松早就没有家人了。这米您拿着，等我做了那坏脾气军汉的换衣女，填饱了肚子，攒下很多工钱，还会常回来看望嬷嬷的。左右我也只会洗衣做饭，在哪儿不是干活呢？周公子现在当了大官，全家都不用再过穷苦日子了，我该替他高兴才是。是高兴吗？应当是该高兴吧。
小宋姑娘，周家请了10余辆马车赶路，一路吹吹打打，好不热闹。我可瞧见了，周二公子还戴着醉了红缨的高帽嘞。不过，小宋姑娘怎的还留在镇上？莫不是还惦记着给你家公子上山采药？青州周家传到这一代，子息单薄，到周随安竟是3代单传，早不复当年祖上家境殷实的风光了。丫头，你可记住了，我们随安身子若不胜衣，得金枝玉叶养着，吃穿用度都不能马虎。同一个膳食1周只允许出现1次，我每月给你1两银子，你且精打细算着花。要是被我发现你私藏、克扣、浪费，你就死定了。我每天起早劳作不说，还要想办法省吃俭用，这1两银要是能掰2半就好了。老板，这死鱼帮我称一下。哎，行，阿松，你这丫头呀。公子，菜都上齐了。今日的鱼怎得如此不新鲜？阿娘每月给你的银子，你莫不是私藏了？没有，阿硕没有。君子远旁厨，我本不忍斥责你，可这鱼腥气如此之重，难道那鱼贩欺你年幼以次充好？公子，这是金曹集市上能买到最好。还敢狡辩！你这般愚钝识不出来，如何能在我身边侍奉？我不敢多言，默默收拾好4方桌上的狼藉，又去厨房做了一桌。可那一整日，他与我赌气，水米未进，晚间便发起低热。公子，醒醒，先把这碗药喝了。乖些，喝完药再喝2口粥，胃就不难受了。这回就当罚过了，下次仔细些便是。是，阿松记下了。傻阿松，你看看你这手都泡得不成样子了。你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药，洗完衣服还要去做饭，连口热乎水都顾不上喝。你心疼你家公子，可也要心疼自己呀。我没事的，公子身子弱，前些年受了那么多苦，现在仔细些养着才好。也就你肯这么哄着捧着他。你看他现在面色红润，连读书都比以前有精神多了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！算你还有点用，没白养你。公子，喝个茶，休息一下吧。这画中女子被公子画的也太美了吧！仔细收着，虽不及画中万一，也算全了你这些年的辛苦。谢公子。我要是有这画中之人1/10的美貌，公子也许就能多看我几眼了。谁准你碰他的？出去，在书房外的青石板上跪着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起身。收回去吧。公子，阿松他已经晕过去了，再跪下去这身子……我也是为了他好，这点苦都受不住，将来如何成事？成事？成什么事？我在周家比不过最低贱的婢子，我能成什么事？5年，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他周随安是成事了，中举了，可我呢？他们是举家搬去了京城，却把我一个人骗去街上。等我满心欢喜寻回家时，周家早已人去屋空，屋内连一口水都没给我留。曾经，每当撑不住的时候，我都告诉自己再忍一忍，再忍一忍，忍过去就好了。可忍到最后，我才发现，人在被弃如敝履时忍耐，一文不值。
小宋姑娘，你先别多想，也许是周二公子这几日刚进城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差人接你。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倒不如就留在咱们镇上等他，等他在京城安顿好，总会记起来你的名分。到时候八抬大轿，风光迎你进京。阿松知道了，爹爹曾教过我，等不到的人，那就不必再等了。若要渡河，2两银子。只是这荒郊野地的，弱水河可不安分。丫头，一个人要去哪儿啊？去京城。这是2两银子买的好肉，割的时候连屠夫都夸新鲜。若入了滚油炮阵，小火焖透，起出去油，吃多少都不会腻。船家，可否用这抵我船费？这肉看着是不错，行吧，上船。还真是块好肉，老汉我水上漂了这些年，少见这么滑嫩爽口的。可是宋阿松姑娘，我家主人差我来接你。姑娘慢些，小心。姑娘莫要见怪，我家主人名叫陆以恒，是位正当青少年的好军汉。只是前些年腿脚受了暗疾，性子就从此古怪了些。不碍事。宋姑娘，宅子路远，怕你出来京城不识得路，徒生麻烦。是以，我和赵彤提前几日在这里等你。有几日了？怕是有3、5天了。自打收到消息，主子每天都要来这儿守着。就怕错过了姑娘的船，主子又怕小的们贪玩误事儿，非得一个人。你这腿，我能治。周兄，恭喜啊！吏部的任命总算是定下来了。9月初8当真是个黄道吉日，周兄往后飞黄腾达，可别忘了哥几个。好说好说，9月初8。等这一日，确实等得不容易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。呵呵，美人，你说本官这诗如何？大人才高8斗，奴家听得心都醉了。这京城当真是销金窟，从青州带来的盘缠本就不多，这才喝了几日便见底了。京城酒楼虽多，可这口味地气，怎么也吃不惯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少了些什么。到底是少了什么呢？鱼刺。绿萝，从青州老家带来的家事可都安顿好了？回主子的话，大体都已经安置妥当，只是老夫人总觉得那些褥子不合身，睡不安稳，正闹着呢。怎么回事？他今年没送新褥子过来。往日这些琐碎杂事都是他追着办好的，现在可倒好，到了京城就开始贪玩偷懒，白等着享福当夫人。主子，您说的是？还能有谁？自然是那个从青州买来的小丫鬟宋阿松。公子，小的入府这么久，就没听过什么阿松姑娘啊。公子，您从青州就没带别的人回来啊？而且举家搬迁的时候，老夫人特意1粒粮食没留。要我说，真有什么阿松姑娘，怕是也早饿死在青州了。你说什么？愣着做什么？差人往青州找！哎呦，我的少爷，您怕是不知道，这派人回去路费、打点马匹，哪样不要银子？可咱府里现在连下个月的米钱都悬了。胡说！本官中举时，乡绅贺礼少说也有几百两，银子呢？少爷，
您怕是贵人多忘事。您前几日为了显摆风流，在那红袖招给花魁娘子过生辰宴，那一晚上撒出去多少？咱们哪还有多余的银子去寻阿松姑娘？周郎，奴家都有些年没过正经生辰了，听闻上京的烟火最是好看，只需1000两银子打点。周郎可愿再心疼心疼奴家？1000两银子算什么？只要娘子高兴，周某便为你包住这全城的烟火。公子，阿松在周家5年了，这回中举，阿松想求您一件事，能不能给阿松6两银子？那是阿松攒下的工钱，还有赎身钱。你倒是真敢开口，宋阿松，你别忘了你的本分，家中正是缺米少变的时候，你拿了钱，别光顾着买那些没用的珠花小玩意儿，要是误了家里的生计，看我不揭了你的皮。是，阿松记住了，阿松这就去买米。就是这种感觉，纯粹的、独一无二的，可以放肆说教和维护自己的威严，这种滋味是那些达官显贵、风尘女子给不了我的。我只需靠在这儿，什么都不必做。丢了，我把那个一向愿意哄着自己的人弄丢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主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宋阿松这辈子最听我的话了，他肯定不会在青州等我。他回来发现家里空了，肯定会以为我只是走快了一步，他一定会来京城找我的。可他身上统共就那几两银子，来京城300里路，她一个弱女子，路上要是遇上水匪草盗，你也给我去找，从青州沿路找，就算把京城翻个底天也要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。京城不比青州，这里地皮寸土寸金，若想活下去，必须尽快摸清这些能吃饭、能治病的地方。宋姑娘，在瞧什么呢？这京城热闹吧？在记录，记下哪里的肉新鲜，哪里的药草全。宋姑娘，到了，这就是陆宅。这间就挺好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。哎呦，宋姑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把包袱拿起来，这哪是您住的地方啊！赵大哥，这耳房虽然矮了点儿，但我干活利索，不占地方的。不行不行，主子要是知道我让您住这儿，非得拆了我的骨头不可。跟我来，您的屋子在后面。赵大哥，陆宅的下人都是住这样的院子吗？还是说这院子是单给我一人的？主子说了，这宅子里一直都是咱们这帮糙老爷们儿，您啊是请回来的第1位姑娘。主子说了，咱哥几个往后的衣食住行、推拿治腿都得仰仗您，您可是咱陆宅的大功臣，自然不能慢待了。这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，主子特意交代过，您不是下人，是客。公子的伤就劳烦宋姑娘了。不麻烦的。宋姑娘，不可！别躲，君汉这腿是因为旧伤拖延太久，导致寒气入骨，已经伤了筋脉。寻常那些温补的汤药进了肚子也化不开，自然没用。我爹生前是个道士，他除了摇卦算命，在青州最出名的便是这一手医治跌打损伤、续骨接筋的本事。我虽不才，但也学了他8、9成。你这伤，我不敢说能药到病结，但起码我有7分把握让你重新站起来。主子，您听见没？7分把握啊！您就让小宋姑娘试试吧，就当死马当活马医嘛。若治不好，我不怪你；若你真的能治好，陆某的全部身家皆归于姑娘。治腿是个水墨功夫，急不得，也造不得。君汉，水温正合适，该浸泡了。宋姑娘，我一个大男人，这副残样子，实在不便在姑娘家面前袒露。医者眼里无男女，君汉若想站起来，
这点窘可得收一收。忍着点儿，可能会有些钻心的疼。等针灸完，要泡足1炷香的功夫。君汉，很疼吧？这是我特意调的，喝点甜的就不觉得药苦了。我无碍，继续。那你等会儿再喝。泡完药浴，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推拿。男女有别，小宋姑娘不可如此。现在说这些晚了，还会更疼，你忍一忍。我爹说过，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这世上的情分都是换回来的。当初在弱水河边，你送我桃儿，不嫌弃我落魄，接我入府。如今我便以这礼子回赠你。阿松没读过大书，只知道做人要知恩图报。我待人一向好，周随安当初只用1两银子就买下了我便对他尽心尽力，侍奉了5年。如今君汉接纳我，我自然也会对君汉一样好。除了治腿，我得知陆以恒的饮食极为简单，便将在周家练就的厨艺都使了出来。宋姑娘，主子这人自从腿废了，就觉得这日子没啥盼头。他吃什么都说跟嚼蜡一样，你也别太费心，凑合弄2口就行。吃得好了，这心里的苦才能少些。饭钱拿着。我来帮你。在周家，我做的好是本分，做的不好是愚钝，从未有人关心过我。君汉，你这4个字比周随安偶尔赏赐般的那句“今日尚可”要动听10分。以前的苦都过去了，这里就是你家。君汉，你身后藏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自己研的成液，治手。看看你这手，又粗又脏，端个茶都能污了随恩的眼，还不快滚下去！女子之手当如柔瓷，你这般粗糙，实在不雅。往后莫要伸出手来捣我胃口。我也曾偷偷攒下几文钱，买过最便宜的猪油膏，反复涂抹，可那双手却因为终日的劳作，从未好转过。从前，没人会为了我这双手心疼。怎么了？是嫌这药不好？军中大夫都用这个，你若不喜欢，我再去寻更好的。不，是君汉的药太好了，好到快要治好那些年我心里的伤了。君汉，试试看，别用它。我站起来了。爹爹，我睡不着，随手刻的，给你。夜里怕黑，就点着灯。君汉，你往后别叫我小宋姑娘了。我爹还在世的时候，都叫我阿松。陆以恒，这是我的名字。阿松，往后你也别怕。我知道这座京城的宅子不再仅仅是我一个浣衣女暂住的容身之所了，它开始像一个家了。公子，药熬好了，您快趁热。滚！这药里一股子焦糊味，你想毒死我不成？公子恕罪，奴婢是按照方子熬的。不是那个味道，根本不是那个味道。乖些，把药喝了，胃就不疼了。喝完药再喝这个甜水，药也就不觉得苦了。赶紧给我滚！别在这里碍我的眼！拿走！快把这老瓦子拿走！
给人睡的，硬邦邦的，一股子霉味儿。老夫人，这可是奴婢晒了一整个晌午的，您性子也太苛刻了些。这天儿虽好，可被子哪能晒出太阳味儿呢？您这分明是为难人。随安，你瞧瞧你买回来的这些东西，一个两个生的勾人，干起活来连个响声都没有。这被褥盖在身上，冷冰冰的，我这腰腿哪受得了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太阳味儿。只有阿松晒的被子，才能有那种香味。宋阿松，你除了依仗，我还能死到哪儿去？二公子，大喜！您花重金托人寻的那位小宋姑娘，方才有下落了。在哪儿？就在西城的陆家巷子外，有人亲眼瞧见她在那儿买药，正拿着包好的药草往巷子深处走呢。二公子，要不要现在就带人去那巷子里堵着？万一那姑娘再搬了家……急什么？黄昏不睡，白日无能。公子我还要睡觉。在这京城地界，她一个没见识的村野丫头，能逃出本官的手掌手？这东西刻得真丑，择日得寻把好刀，把这木人好好雕一雕，得雕出她的模样。那小小的身影，身子骨却像水柳枝一样软。虽然性子倔了些，竟敢不告而别。可这不打紧，等派人把她抓回来，许她做个妾。到时候关在屋里，养得再乖顺些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在这京城，她无依无靠，除了跪下来求我，不低头也要低头了。该死，这心口怎么越发不舒坦了？二公子快瞧，在那儿呢。那种笑，我好像在这5年里，从未见他有过这般发自内心的恬淡笑意。瞧他那副样子，没了本官照应，也只能在这些粗布摊子前打转。去，将他带过来，就说周二公子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，中举后不忘旧恩，特地来接小宋姑娘回府享福。滚开！宋阿松，你躲什么？二公子在那儿等着接你呢，还不快跟我走！二公子，那小宋姑娘瞧着惶恐的很，压根不想过来，而且她身旁还跟着位陌生男子，二人举止很是亲密。这颜色衬你，拿去做件夹袄，入冬穿正好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布不是给我做的，是给你缝新衣裳的。老板，您这布要是算便宜点，我回头再多扯几尺。1两买米，2两买肉，剩下的3两啊，刚好割批好布，给夫君缝件新衣裳。老板，便宜点嘛，下次我们还来你这儿买。那是本该缝给我的衣裳。宋阿松，闹够了没有？跟我回家。宋阿松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为了寻你，我耗尽心力，甚至忧思成疾，呕了血。你就这么回报我？别闹了，跟我回去！你可知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我已正式在吏部任职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许你入府做妾。日后等你再顺从乖巧些，我再想办法做主抬你做贵妾。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跟着这种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粗鄙武夫，你到底在图什么？阿松，听话，这京城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只有我身边才是你的生路。你说你找我，那么
当初你们举家搬迁，甚至连邻里都瞒在清水不漏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我？从青州到京城，整整300里荒山野路，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我一介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是生是死，是会被山匪掳走，还是会饿死在荒原？你说你忧思成疾，周公子，你到底是想念我，还是想念当初那个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、对你唯命是从的奴婢？周公子，你是生病了才想起我这个方便使唤的药罐子吗？至于做妾，周公子，我在你周家5年，活得连家生子，连最低贱的婢子都不如。如今我凭自己的医术和手艺吃饭，活得堂堂正正，我为何要自甘堕落，再回去做你那个仰人鼻息、不见天日的妾？那他又能给你什么？一个落魄武夫，值得你这样死心塌地？你问我他给了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给的是你这辈子也拿不出来的。他给了我一间遮风避雨的屋，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家。他会在我手冷时为我搓暖，会在我害怕黑夜时为我点亮一整夜的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从没把我当成一个物件，他是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尊敬。这些，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周公子，你给得起吗？你懂什么？宋阿浩，你不过是个没见识的村野丫头。妇人之仁，你这完全是妇人之见。他一个废了腿的废人，除了这一身蛮力，他能护你多久？他连自己都顾不住。宋阿松，你别不识好歹！废人，周公子，陆某这双腿是3年前在北境战场，为了挡住北敌铁骑，为保家卫国而上。陆某只需站在这里，便是大燕的功臣，受圣上封赏，受百姓敬仰。而你，一个拿着未婚妻的赎身钱去买笑，得志便抛弃糟糠的读书人，有何资格，有何脸面说我是废人？好一个大燕功臣，宋阿松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么个男人跟我恩断义绝？你可想清楚了，离了我周家，你便再无退路。义，你也配？哼，这5年来，我当牛做马，供你读书，为你熬药，换来的却是不告而别。你这种人也配跟我谈恩义？周公子，你看看，你给我的是这个，面目模糊，敷衍了事。当初你随手丢给我时，怕是连我的样子都没看清吧？他给我的是这个，一刀一刻，皆是用心，甚至连我采药时的神态都刻得入骨，因为他把我放在了心上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我再忍一忍，对你再好一点，你总有一天会看到我，会给我一个哪怕只是作为人的起码敬重。那时候的我也真是可笑，我把你随手丢弃的这块废木头当成旷世珍宝，每天晚上抱着它给自己打气，把你那些风一吹就散的空话当可以守一辈子的誓言。我哭，不是因为还爱他，而是心疼自己，心疼那个在无数个黑夜里抱着这个木人给自己打气的傻姑娘。现在想来，这5年真是可笑。周公子，你看，这不值钱的烂木头碎了，我那不值钱的5年也要不回来了，就当是我当初眼拙，将一片真心为了野狗。宋阿松，你怎么能不要我？呸！穿的人模狗样，竟然是个负心汉，活该！这种人也配读圣贤书？喜事啊，宋姑娘！什么喜事？我听说，自打市集那日后，周随安便病倒了。那口当众呕出的心头血，抽走了他全部的精气神。现在他整天瘫在床上，以药度日呢。他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你呀，整日别瞎打听了。我交代的事办好没？主子放心，您都拿出全部身家来了。您跟宋姑娘的婚事，我必须得办得漂漂亮亮。8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该有的一个不少。明天您就等着吧。
怎么还没到？路上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？外面为何这般吵闹？回二公子，是陆家，陆以寒校尉今日大婚，说是动用了全部身家，要给新娘子一场10里红妆。10里红妆，他一个粗鄙武夫哪来的钱？听闻那是陆大人在北京所有的战功赏赐，而且他还穿着新娘子亲手缝的天蓝色新衣，满京城的人都在夸。够了！我本以为他没我会死，到头来离了他，舍不得的是我，没命的人也是我。新娘子到！新娘子入府喽！瞧瞧陆大人这身衣裳，真叫多细致，一看就是新娘子掏了心窝子做的。这可比那自命清高的状元郎强多了，这种才是良配。爹，你看到了吗？在这京城，我也能走得这么风光，我再也不是那个连水都喝不上的弃妇了。阿苏，这是你最宝贝的东西，以后别叫君汉了，叫夫君。这里不再是你的容身之所，这是我们的家。爹爹没有算错，我终于等到了我的贵人。当年婆母给那6两银子时，我以为是绝路，那1两买了米，2两买了肉，已经喂饱了我的肚子，而那最后的3两，终于为我的夫君缝制了一件最合身的衣裳。在遇见阿商之前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死在了那个血流成河的战场上。老张，瞧好了，今天我非得斩下敌军将旗，让老爷子看看，我陆以恒天生就是当大将军的料。小毛头，战场可不是你家后花园，待会儿跟着我，别掉队。冲啊！老张，怎么会这么快？主子，今天这一战，您不要命了吗？赵彤，在老张倒下的那一刻，我就懂了。战争从来不是什么英雄故事，它没那么光鲜，不过就是一场又一场拿命当筹码、用血肉去填的豪赌。可我没怕过。主子，这道伤再深半分，这条膀子就废了。您这命，真是10年军旅，从无名小卒爬到这正6品都尉，我身上这些疤可比那军功章还要多。每一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我都觉得阎王爷嫌我命硬，不敢收我。我以为能一直硬下去，直到3年前那个冬天，那个让我再也站不起来的冬天。看清楚了吗？多少？主子，斥候拼了命才带回的消息，至少3万。玄甲关内，守军仅余500。朝廷的援军呢？半个月前，咱们连发了3封加急求阅申信，至今没有半点回音，2到半路就被断了。咱们剩下的粮食，算上掺了糟糠的，最多还能撑5日。主子，那帮缩在京城的文臣，是不是诚心要看咱们死在这儿？朝廷不是不派援军，而是有人在路上做了手脚。我陆以恒升得太快，这朝堂之上挡了太多人的路，自然不缺想让我死的人。但我身后是这座关隘，是关内数千黎民，这是大燕的国门。若我退了，这城中百姓怎么办？传令3军，人在城在，人在城在。泼热油！拔出敌人的箭，继续射！赵彤，今夜子时，我带200骑兵出城突袭敌营，你带剩下的人守城。若是看到敌营火起，便带人从侧翼杀出接应。对，您不能去，200对3万，那是送死啊！这是唯一的活路。围城7日，敌军也疲惫了。若能烧了他们的粮草，他们必退。可是，哪怕烧了粮草，你也回不来了。这是军令。竹云，兄弟们，今夜若能活着回来，我请你们喝最烈的烧搭子，
对，要是回不来呢？那就下辈子聚在一起，再喝个痛快。开城门！诸位，烧着了，粮草全烧着了，快撤！中计了，这是圈套！兄弟们，随我杀出去！朱元，各位，赵同在此！大人，替我看看我娘。都卫醒了，快，军医，都卫醒了！多少人回来了？说47。500精兵出城，活下来的只有47个。那个平日里最爱在锅灶前跟他顶嘴的火头军老周没回来，那个连姑娘手都没牵过的小栓子也留在了那片血红的雪地里。我的腿骨虽然勉强接上了，可伤得实在太深，筋脉全断了。你是说我以后就是个废人了？出去！对，我说出去！主子，等到了京城，咱们请宫里的太医好好瞧瞧，他们的医术肯定比军医要好。都尉筋脉已断，认命吧。滚！滚！全给我滚出去！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氏陆以恒戍守疆土，护国有功，赐宅邸一座，黄金100两，授禁军校尉虚职，颐养天年。颐养天年，说的真好听。主子，圣上终究是没忘了您的功劳，这分明是告诉京城所有人已经没用了。这哪是官职，这是给废人准备的棺材。滚！全给我滚出去！赵彤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守着我这个疯子，你有出息吗？我是主子的随从，死也要守在这儿。主子，咱哥俩这日子过得实在不像样，要不找个手脚迷离的洗衣妇吧？起码咱们进进出出的，衣裳得有个干净样。正好，青州的赵嬷嬷托人捎了信来，嬷嬷的意思，想请主子照拂一二。我如今泥菩萨过河，还能照拂谁？嬷嬷说这姑娘命苦，她本是个童养媳，供着那未婚夫婿读了5年书，结果那男人高中状元进京后，转头就把她给撇下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都是被这世道扔掉的废物罢了。去接吧。主子，坐轿子里等吧，这风太大，您的腿受不住。少废话，既然答应了要等，哪有缩在轿子里的道理？你这腿，我能治。他的眼睛实在太干净，干净到我竟不忍开口拒绝。治腿的过程简直是一场酷刑，药汤参蒸，银针刺骨，那种疼比当年刀子生生砍在身上还要难受100倍。君汉很疼吧？别硬扛着了，喝点甜的，这心里也就不觉得要苦了。不苦，继续吧。主子，使不得啊！这地面化了一半，满是烂泥，万一滑倒了，咱们这几个月的罪就白受了。还是让属下扶着您走吧。赵大哥，你让开。君汉，你还打算让这根死木头陪你一辈子吗？阿松，我的腿在抖。抖是因为他们在醒过来，
你是我送阿松救回来的人，我爹教过我，哪怕你今天真的摔进这烂泥里，我也能把你拉起来。可你若是不松手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当个废人。好，哪怕是摔在泥里，我也要丢开这根该死的木头。我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。主子，你站起来了，主子真的站起来了。赵彤，别哭了，丢人。赵彤在哭在笑，可我眼里只有阿苏，他站在那里，笑得比阳光还要暖。我这条命算是他给救回来的。阿松，你的手啊，平日里做活多，粗糙的很，别惊了君汉的眼。赵彤，你说阿松，他这些年到底受了多少苦，才能把一手磨成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阿松姑娘逃出来了。对了，主子，你还记得之前在北境给你治腿的老军医吗？当然记得。怎么了？我之前听同营的兄弟说，这老军医好像有个治疤的秘方，他说不定能治疗阿松姑娘的手。陆校尉，您这伤当真有好转了？老先生，陆某不为治腿，想求一张能软化后颈、愈合皲裂的药方。我捣碎了草药，混了蜂蜡。陆某是个粗人，不会说什么好听话。这瓶小小的药膏，便是我唯一能给他的，能医好他手中苦楚的一点念想。君汉，你在这站着做什么？这都黄昏了，风大，小心腿部受了凉。阿松，给你。这瓷瓶真好看，是什么名贵药材？是治手的，我跟老军医讨了方子，研了许久。你平日里浆洗多，洗完手记得抹一点。恒啊，陆以恒，当年你在玄甲关面对3万胡骑都没退过半步，如今面对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递个药膏竟让你紧张的手心冒汗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多谢君汉，阿少一定每天都抹，断不敢辜负了你的心意。主子，这沉香木剑鞘可是您最宝贝的东西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您怎么拿刀往上面划了？我在刻东西。刻东西？您这是要学那些文人墨客刻一个绝色美人出来？我不刻什么绝色美人，我刻的是阿松。刻阿松姑娘？那您这是要刻她什么样的？就刻她背着药篓，眉眼弯弯，站在阳光下的样子。还有她在田埂上追着一只彩蝶，笑声清脆的样子。阿松姑娘笑起来确实好听，像碎玉似的。还有元宵节那晚，她仰头看着满天的花灯，眼里盛满了光亮，就那么俏生生地立在闹市中心的样子。我不刻那老夫子的绝色美人，那些画上的仙子哪抵得上你半分鲜活？阿松，苏阿松，是你治好了我的腿，让我这副残躯能重新站起来。可你最厉害的是当了我的贵人，治好了我那颗早就随泡沫死在玄甲关、早就枯死掉的心。阿松，这一针一木，可都是我陆某人活下去的宝藏。我的阿松，才是我这一生最好的那味药。